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魏婷。美国防长3号表示，特朗普已指示五角大楼要以历史性方式重振美国军队。特朗普计划让美国国防部更名为战争部，这是2战之前美国对国防部的称呼。特朗普为何要突然下令重振美军？是被中国93阅兵震撼到了吗？在阅兵式上亮相的东风系列导弹和鹰击系列导弹让美国战略界不安。他们担心美国庞大的航母作战群可能会成为中国导弹的活靶子，美军也要做相应的调整了吗？另外，特朗普3号在白宫会见了波兰总统，美军战机编队为会面拉开序幕。特朗普在会面中表示，俄乌冲突是愚蠢的冲突，美国将保护波兰，继续在波兰驻军。特朗普一番表态是何用意？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特朗普3号在椭圆形办公室与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会晤时，告诉记者他观看了93阅兵，阅兵仪式令人印象深刻。I thought it was a beautiful ceremony. I thought it was very, very impressive. But I understood the reason they were doing it, and they were hoping I was watching, and I was watching. My relationship with all of them is very good. We're going to find out how good it is over the next week or two. 此外，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3号表示，特朗普已指示五角大楼做好重振美国军队的准备，最终目的是为了避免与主要竞争对手发生军事冲突，美国不主动寻求冲突。赫格塞斯还强调，美国在军事上的优势，尤其是本届政府内将部署的精穷防空系统，是对手无法复制的。有分析指出，美军常年处于海外战争状态，近些年在编制体制、官兵素质、军队文化、装备发展、基地建设、军费使用等诸多方面暴露出弊端。特朗普在第1个任期内就对美军的问题存在诸多不满，他第2任期开始后就对整个国防系统全面启动改革。今年6月14号，美国耗资4500万美元举行大阅兵，但据称特朗普对那场阅兵颇为不满，未达到重塑军队文化的目的。美媒《华尔街日报》引述匿名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海军正在筹备一场规模更大的全新阅兵，预计将在今年秋季上演，期间将出现军舰的身影。曹先生您好，中国呢刚刚举行了规模宏大的93阅兵，展示了众多国之重器。随后，美国防部长呢就表示，特朗普总统下令要以历史性的方式重振美军。大家自然会联想到特朗普在这个时间点下达这样的命令，和观看中国的阅兵是不是有关系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次阅兵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那么从2战结束以后我们看到世界上这80年间呢，并不太平，而在这80年间呢，可以说美国参与了绝大多数的世界性的这种战争，比如说像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包括进入新世纪以后的伊拉克战争，还有阿富汗战争包括现在当前呢仍在延宕的俄乌冲突，它也被卷入了，还有像中东的这个乱局对伊朗的打击对也门胡塞武装打击包括支持以色列的一些军事行动就说美军是参加了大量的这些世界上的战争或军事行动的。那么特朗普总统可能在说，就是这80年来，那美军的武器装备是最先进的，美军的这些参战的兵力也是非常强大的。那有些战争打赢了，有些战争没有打赢。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所以他要重振，就是所谓美军。从历史上讲过去美军都是打胜仗的呀。比如说在特别是2战中，那他美军是反法西斯联盟里边的重要成员呢。那现在在2战结束以后到现在80周年的时候，美军的形象或者美军的能力到底是上升了呢，还是下降了呢？他考虑这个因素，特别是他强调了，就是他看了中国的93阅兵那这个93阅兵，我想对他一定是有所思或者有所震撼的那根据中国展示出来的这样的武器装备、这样的队列、这样的规模、这样的形式，那我想特朗普总统他要考虑，如果搞大国对抗，如果把中国当做一个潜在的对手或现实的对手，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那所以我想呢，他可能就对就是国防部长就是做了他的这种指令，就是你应该对现在的美军进行一定的改革或者是改变不是因为他看了93阅兵才说我要改变美军或者进行这样的改革，而是说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看到美国国防部长呢是表示说，谈到重振美军的时候，强调这并非是为了寻求冲突，而是要维持美国的威慑态势和军事优势。那有趣的是，看到英国卫报在解读中国阅兵式时提到，中国展现的军事能力呢，能让一些国家打消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图谋。那这两种说法都指向了威慑的概念，您怎么来解读呢？因为美国防长赫克塞斯他讲的是他收到了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这种命令或者指示那就是要对国防部进行相应的这种改进，包括对美军的结构还有它的武器装备这个发展要做出一些变化。那这个呢，他理解为并不是说收到这样命令就是要发动这种跟其他国家的军事对抗或者是冲突，而是要保持一种美国的优势或者美国的这种战略上的强势，也就是我们讲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要强调它的威慑能力，而不是说马上接到这种指令我就去跟不同的国家或者不同的对手马上就发生这种冲突，而是要避免这个发生这种冲突，因为它一旦发生这种冲突，对美国并没有利，并且它未必能够打赢，但是保持一种威慑，保持一种优势，这个对美国是非常有利的那我们再看英国卫报实际上他的评论呢还是比较客观的。他认为，当中国进行了93这种阅兵以后，使世界看到了中国的真正的军事力量，也就是说，他认为中国并没有藏着掖着什么，就是我现在的什么样的武器装备的水平或者实力，我都展现给世界。我也并不是一种炫耀就是我把自己的军事能力摆出来。那他讲的这种军事能力就包括了核常兼备，因为我们在93阅兵式上展示了我们新型的战略导弹，陆基的、海基的、空基的，全都展示了核力量。那么常规力量我们也展示了，作为空中的战机，我们有2型的隐身战机，我们有轰炸机，我们有运输机，我们有预警机等等成体系的。在地面上的装备，我们的导弹仅仅是反舰的导弹就有4种，都是高超音速的。那我们还有其他的，像激光武器电子干扰压制的武器包括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的这些装备，包括地面上的坦克也有一些重型坦克、中型的坦克、2栖的坦克，包括火炮、自行的火炮，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弹炮合一的火炮。导弹，我们常规的导弹里边也有高超音速的，也有就是中短距离的，也可以有就是核导弹和这种就是常规导弹都可以发射的。那这个作为现代化而言，它是向世界的一个展示；作为它的体系对抗，也是一种展示，就是陆海空天电各个维度的战争或者军事行动，我都有手段和平台来应对。还有一个就是国产化，所有的这些武器装备都是中国自己独立创造制造的，它不会依赖外国的。因此卫报的评论就是说，你看看今天中国的这个武器装备或者它的国防力量，因为在就是93阅兵的时候，你看它的这个徒步方队，就可以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或者是说中国武装力量的这个组成。你看陆海空火箭军、武装警察、民兵、预备役，还有维和部队这么多的部队，它一应俱全。那在这样一个强大的国防力量面前，你要对它进行挑战或者跟它对抗的话，那你应该可以想到，就是你得有什么样的力量才能去跟它对抗或者去挑战这样的力量。所以卫报讲的呢，就是说它更向世界展示了不要去挑战中国。
那么关于特朗普提到的如何重振美军，美方呢现在是披露的细节并不多。那但是美国的防长透露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信息，看到呢他说特朗普现在正在推进将美国国防部更名为战争部那特朗普的理由是美国在1战、2战期间这个部门就叫做战争部了，所以现在也应该改回去。您认为特朗普执着于这样一个复古的改名举动背后有什么样的战略考量？因为我们讲呢，在1战、2战的时候，它叫战争部，是因为呢处于一个动乱的世界里边，处于一个随时都可能发生战争的这么一个就是环境里边。而在2战结束以后，我们看到世界上并没有发生这种大规模的世界大战，它是处于一种冷战，就是相互的对峙东西方两个军事集团相互的对峙，但它并没有打起来，所以我们称之为冷战。那么现在特朗普总统又说应该改回到这个战争部，不要叫国防部。这个呢是跟美国的国防战略直接相关的。为什么跟美国的国防战略相关呢？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这个国家，他们的军事力量或者这个武装力量，它都是一种防御性的，就是别人要打我，我有防御的能力就可以了，所以我是国家防御国防嘛部门。而作为美国不一样，美国呀，它真正执行的这些军事行动，大多数都不是防御性的，全都是进攻性的。你看，包括50年代的这个朝鲜战争，60年代的越南战争，进入新世纪以后的伊拉克战争，还有这个阿富汗战争，都是美国去进攻，没有在他的本土或者在他的周边发生这种军事战争。所以特朗普总统可能在考虑，既然我们不仅仅是防，都是大多数的军事行动都是攻，那你打的这种攻又不是一种就是一般的军事演习，你是战争所以我想呢，他是不是就是介于美国的军事行动是既有攻也有防的那既然如此，又都是一些军事上的战争行动，所以他考虑要把国防部改成战争部，可能更符合美国军力发展的这种实际情况。另外呢，还有中国在阅兵式上展示出的东风系列导弹和鹰击系列导弹，尤其让美国战略部和国防部高度关注。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航母打击群，这也是它全球军事投送能力的核心象征了。但他们看到中国的导弹之后，开始担心美国的航母在中国这些先进导弹面前可能会成为活靶子。您怎么来看美方的担心？美国呀，就是海军呢，是它主要的就是霸权展示的这个力量，因为在美国的这个战略中呢，它是要全球部署、前沿部署。那你全球部署，一个是要在海外有很多的军事基地，但是海外的军事基地还不够因为世界上70%的面积都是海洋那重要的是海上通道和海上的航线，世界只有海洋把世界各个大洲、各个国家可以说连接起来。因此，美国的海军无论在防守上还是进攻上，它都担负着重要的使命或者是任务。那么实际上呢，在美国海军的这个军力发展上，这个它的智库和美国海军一直存在着就是这种争端，就是到底要不要发展航空母舰这种武器装备，因为他们认为现在一艘就是核动力的航空母舰100亿美元比如说福特级的这样的航空母舰100亿美元，然后再搭上隐身的战机 F-35这样的隐身战机，就舰载机配齐了，又是100亿美元。他说你们花200亿美元造这么一个海上的巨无霸，但是人家用导弹才200万美元，2000万美元，人家打他个10枚8枚，就把你200亿美金的这个平台给打掉了，造它干什么？这不是活靶子吗？但是美国海军回答他们的智库说，如果你说对了，那么我们美国失去的是金钱；如果你说错了，那么美国失去的是霸权因为美国的海军是为美国的政权或者为美国的战略服务的。我没有航空母舰，我怎么推行全球部署我没有航空母舰，怎么去进行前沿威慑呀？所以它不会停止建造航空母舰的，它也不会停止这种就是把自己的武器装备就是发展成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因此我们看到美国它一定要用航母这样大型平台，一定要用战略轰炸机这样的
平台去威慑对手。因为我们前面也讲了，这不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说嘛，我们一定要震慑住对手，我们要威慑住对手。那你凭什么威慑住对手啊？你没有航空母舰，你没有隐身的战机，你没有核武器，你能吓住对手吗？对吧？你能这个镇住对手吗？你能实行美国的这种霸权吗？因为美国是要统治世界的，它是要当世界的警察的，所以没有强大的这个国防力量或者是军事力量，它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我们看到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它不会改变啊，就放弃霸权，或者是说呢，我就不再去发展这种像航空母舰既费钱又是这个容易挨打的这个它一定要想尽其他的办法去拦截你这些武器装备，或者是就是打击你的这些力量，特别是震慑住你的这些力量，还有呢，关注到不仅在战略层面，美军在具体的军种建设上似乎也在寻求变化。例如，美国陆军大学近期发布了一个报告，提出要向轻量化、模块化和机动化来转型。有分析说这符合特朗普政府强调的大国竞争理念，目的就是让美军变得更灵活、更快速、更适应未来的这种高强度对抗。您认为这是否意味着美军也在进行全面的战略调整呢？美军呢？它的这个最大的战略调整不会变，就是要让军队为美国的这种霸权服务，要让美国的军事力量在全球显示出来，在对手的家门口显示出来。因此，它一定是这样来发展国防力量的。至于美国的几个军种，比如说它的陆军、海军，这个空天军，还有海军陆战队，还有包括它的海岸警卫队这些武装力量。他们是都要突出自己的这个地位，都要想在国防经费这个蛋糕中多切一些，所以陆军就提出来，这个陆军呢，它的重要性也不亚于海军。不要看海军全球部署，但真正你要驻扎在某一个地方，你还是要靠陆军呢。所以陆军你到世界各个地方，因为有寒区、有热带、有丛林，还有山地。但是你美军是一种进攻性的作战，是要这个登陆的。那你海军不能登陆要靠海军陆战队要靠我们陆军的驻泊所以他说，要为了打赢，或者是为了适应未来的这种战争，那必须要使我们的武器装备进行模块化的组合，进行各种不同环境的这种变化，而且你的这种战争的作战的手段方式都要进行改变。那这个当然符合就是特朗普总统他要求的，就是进行一些适应的改进。不然的话，给你先进一流的武器，给你这么多的军事投资，你却在战争上打不赢。比如说阿富汗战争比如说他打也门胡塞武装就这样的部队或者军事力量他都打不赢，那你怎么去搞大国对抗所以他要的转变或者是改进，是要能应对各种各样的对手就不仅是大国这样的有核武器、有这种航母、有这种就是先进的激光武器的这些国家，你还要能够应对像也门胡塞武装、像这个阿富汗塔利班这样的就是军事组织，你也要能够打赢，那才行。所以呢，它的这种变化呢，是要适应各种不同的情况和各种不同的对手。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会晤波兰总统，称美国将继续在波兰驻军。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波兰新任总统纳夫罗茨基3号访问白宫，与特朗普进行会谈。特朗普表示愿意帮助波兰自卫。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南门廊迎接纳夫罗茨基，两人亲切握手。这是纳夫罗茨基上个月就任波兰总统后的首次出访。随后，两人一同观看战机编队飞越白宫，以纪念不久前牺牲了一位波兰飞行员。特朗普表示，美国和波兰的关系一直很牢固，美军将继续驻扎波兰，并且如果波兰需要，美方愿意增派军队。
此前，特朗普政府一些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可能会从欧洲撤军。目前约有8000名美军人员驻扎在波兰。波兰是北约成员国中国防支出占 GDP 比例最高的国家。2025年的国防预算将达到 GDP 的 4.7%。特朗普对此予以赞赏。特朗普还表示，双方讨论了贸易问题，但没有提供具体细节。在此前的波兰大选中，特朗普曾公开支持纳夫罗茨基，并承诺若其当选，将加强美波军事联系。据了解，纳夫罗茨基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两人政见相似。我们再将视线转向欧洲。今年4月就有美媒报道说，由美国的国防部高官考虑从东欧地区撤回1万名美军。特朗普政府内部似乎始终是有声音主张从美国从欧洲收缩力量的。那您认为这种撤军呼声背后主要是什么考量呢？因为从美国的角度讲啊，他任何时候都是要为美国的利益来优先的，或者是说，在各种事情上，不能损害美国的利益。那么我们看到，由于俄乌冲突它一直在延宕，那时间呢已经是从22年开始到23、24、25年，现在3年半的时间了啊。那么经过这样长时间的战争消耗，应该说欧洲的这种就是经费还有这些投入的，就是武器装备是非常巨大的就是这个耗费是非常巨大的。那现在呢，在特朗普入主白宫以后，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美国要从这儿这个撤出它的力量，主要是说美国呢不能再像过去就是拜登政府那样大量的投入资金或者是武器装备，因为特朗普总统认为呢，那是一种对美国利益的损害，因为你是给了乌克兰之后没有收益的。而现在特朗普总统入主白宫以后是说，我交给你乌克兰的武器装备，或者我投入这个俄乌冲突战场上武器装备是要有回报的。因此他从这个乌克兰的角度来讲，就是美国和乌克兰的角度来讲，他签署了矿产协议要让乌克兰拿出5000亿美元的这个矿产资源给美国。再有一点呢，就是现在他又继续向乌克兰提供了3200枚这种增程型的导弹。你本来说美国不是应该希望俄乌赶紧停火吗？那你怎么又向乌克兰提供这种增程型的导弹，加剧这个战争的升级呢？美国讲得很清楚，我这些导弹是卖给欧洲的，欧洲是送给了这个乌克兰，因此美国它是一种军售，不是一个军援，就是我是有偿的，因此这个符合美国的利益。而美国的驻军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这些驻军的钱是由美国出还是由欧洲出？如果美国的所有的这些经费，也就是他的这些在欧洲的驻军，他认为是美军保护了欧洲，如果你们不出钱养着我这些美军，不给我这些装备的这些费用的话，那我就要撤军。他实际上是拿这个来要挟这个欧洲，你给钱我就在这待着，你不给钱那我就撤出。所以呢，美国在这个欧洲的驻军问题上好像是争论，好像是跟这个欧洲的态度不一，实际上他都在从美国的利益考虑，他不考虑你乌克兰打得赢打不赢，或者你有多大损耗，我不管那么多，我只考虑我美军在这儿安全不安全，我美军在这儿有没有收益。其实对于波兰乃至整个北约而言美军的存在是被视为是对俄罗斯的重要威慑。特朗普现在明确表示不会从欧洲撤军，甚至还可能增加驻军规模，是一种对普京的威慑信号吗？其实我认为并非如此，因为我们看得很清楚，当美国和俄罗斯进行谈判的时候，是把当事方就是乌克兰撇开的，是把欧洲踢出谈判桌的，是美俄两个国家在谈判那他谈判的时候呢，是为了美国的利益服务的。也就是说，俄罗斯提出什么条件，这个条件对美国有利没利？至于乌克兰你是割地还是要赔款还是要怎么地，那美国它是作为后边的考虑目标。因此我们看美国虽然嘴上也在说我还是要支持这个北约，支持欧洲的，我还是要支持乌克兰的，但是你做的时候并非如此因为你向乌克兰在施压
要他接受某些俄罗斯提出来的这个项目，包括欧洲现在也提出来说，我在这个组织好联合的这种军队以后，是不是在俄乌停战以后我们可以住进去？但是其中要包括美国，美国说我不参加，我可以支持你们，但是我在欧洲其他国家可以驻军，我不参加你们的这个就是欧洲组织起来的力量，因为美国不愿意为欧洲就是做出人员上的这些牺牲，也不愿意做出就是经济上的这种损失。所以我们看呢，现在俄乌冲突呢，它还必须或者是一定会延宕下去，因为你欧洲出兵的这个事儿，俄罗斯是不同意的，所以美国它并没有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明确的表明它要和俄罗斯进行这种对峙，而说把这个球踢给了欧洲。因此我们看到，在美国驻欧洲的这个军力上，实际上美国首先考虑他自己的利益，然后呢，他也不愿意和俄罗斯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呢，就是现在欧洲对美国实际上是有怨气的。好的，今天感谢曹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